根据 CNN 报道，美国业内人士和专家表示，董王的关税新政将大幅提高美国多种商品的价格。白宫方面4月8日称，美国有能力在美国国内生产苹果手机，但美国韦德布什证券公司高级分析师丹艾夫斯表示，苹果若脱离原有的供应链体系，在美国生产 iPhone 手机，其售价将是原来的3倍以上。美国鞋业批发商与零售商协会 CEO 马特普列斯特也表示，以往售价$150的进口运动鞋，在新关税政策生效后，预计售价将上涨到$230。若在美国本土生产，其售价可能在$300以上。在董王总统的第1任期内，苹果曾享受过关税豁免。然而，今年2月，苹果宣布将投资5000亿在美国，这一举措也得到了董王的肯定。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·莱维特也表示，如果苹果希望美国具备足够的劳动能力和资源，他们也许会将部分生产转移回美国。多年来，苹果一直试图通过扩大生产基地来应对我们国内贸易政策的影响。如今 AirPods、Apple Watch 和 MacBook 等产品的标签上常常标有 Made in Vietnam。虽然 iPhone 曾一度完全在我们国内组装，但如今苹果也开始在印度生产一些低端机型，甚至包括 iPhone 16。无论这些设备在哪里组装，像处理器、显示屏、摄像头、内存芯片和调制解调器等关键部件都来自全球各地，最终组装成完整的产品。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的数据显示， iPhone 16 Pro 的各项零部件成本约为$507，占到零售价的1半以上。如果董王不撤回报附性关税，从我们国内进口的产品将面临高达104%的关税，这无疑让苹果的生产成本大幅上升。对于苹果而言，这种局面无疑是一种背叛，因为它多年前就已被要求将生产转移到我们国内以外的国家，而如今这些国家也成为了董王关税政策的目标。尽管如此，苹果仍计划加大在印度的生产力度，试图通过这一措施应对美国市场的需求。然而，由于全球需求远远超过印度的生产能力，苹果仍将依赖我们国内生产大量 iPhone 设备。无论如何，苹果是否会提高价格，还是要看它如何平衡成本和市场需求。当前，苹果不仅面临着关税的压力，还在消费热情下降和竞争加剧的情况下，遭遇了更为严峻的挑战。Counterpoint Research 的高级分析师杰里特·施尼曼表示，自 iPhone 16发布以来，它的销量一直落后于 iPhone 15，而去年运营商抱怨换机率创下历史新低，这意味着人们本就不太愿意频繁购买新手机。此外，苹果最近推出的 Vision Pro 头戴设备以及部分 Apple Intelligence 功能的表现也未能达到预期，进一步影响了其市场表现。与此同时，海外市场的消费者，尤其是在我们国内，正日益转向华为和三星等品牌，而现有的苹果用户则倾向于继续使用他们的旧设备。如果苹果最终决定提高 iPhone 的价格，这可能会导致更多消费者选择继续使用他们的旧设备。尤其是在9月苹果计划发布3款新 iPhone 的前夕，即使苹果在印度的生产能力得到提升，单单依靠印度的产量仍难以满足全球需求。因此，无论苹果最终如何定价，可能都会在全球范围内实行统一的价格调整。如果它涨价的话，不知道各位是否还会考虑购买苹果新机呢？不妨把你的独特见解分享到评论区，与大家一起探讨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到这里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帮忙点个赞，转发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们。如果期待后续更多相关数码内容的更新，也欢迎关注我们。这里是思赞，分享数码前沿信息，偶尔写写测评。我们下期再见。